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。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，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，条件呢算是不错的，有车有房全款，还有一些存款啊。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，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。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，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，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，刚见完面，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，请她吃了几次饭。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，模棱两可的，就是男士找她吧她就出来，不找她她也不带联系的。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，就有一次见面啊，这吃完饭看了场电影嘛，黑灯瞎火啊，你想一想，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，这姑娘一感觉到啊，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。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，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，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？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，再了解看看吧。男士这个人啊，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，可能被吊多了。他就觉得呀，大家都是相亲了，你说成就成，你别吊着我呀。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。后面又约了几次她啊，她都出来了，态度还那样，不冷不热。为了加大诚意啊，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。人家姑娘收了，收的时候很开心呀。男士想着，这收我礼物了，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？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呀，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，那写了好久啊。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，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，这女方一直没回复啊，男士气的呀，他要面子。我这是跟你表白啊，多少你得给个面，回个话吧。女方没回，他也就不问，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。今天一大早6点多，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，这半年呀，我想清楚了，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男方一看呢，气得不轻啊，没带好气儿就说呀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。那姑娘就赶紧解释呀，最近一直在忙工作，这才忙完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。男士是越看越气，心里就嘀咕啊，成年人了，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？你不用想了一圈，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？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。这姑娘就回复说呀，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，挺感动的，想答应，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，想要矜持一点，再想看看这男士后面的表现。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，他自己面子薄呀，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没发信息问。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，男士看完这些话都气得呀肺都要炸了，直接就怼啊，你都矜持了半年了大姐啊，你才想着回复我，我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是当我死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这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就发了一堆啊，大体意思就是啊，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，幸亏当时没答应你，真要在一起啊，以后啊80%也得出轨。说完就给男方删了，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，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，看完我能说啥？要不我也送你一台叫阿姨吧。以前的矜持啊，那是真矜持，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，声音也温柔，步子都不敢迈大的。现在的矜持啊，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，欲擒故纵，吊着你，让你得追我，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，自个儿玩砸了。你去相亲，你要学会感恩的，你得想想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，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？汇报日常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去关心你还担心你，人这个不是成为的是什么呀？相亲啊，你要给够别人尊重，你才会有福报的。觉得对方条件好，人不错，那就相处看看，成就谈，不成就散，别权衡利弊，算计的太明显。你不想谈，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，这事啊，你就太缺德了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，她说她有对象，问我还来得及吗？我当时有点懵的啊，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，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。她说自己53周岁，名校硕士，企业高管，车房都有，存款也有7位数。听完呢，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。她说这一辈子啊，没结婚也没生孩子。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！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，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。她又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一些事情，经过她本人的允许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20多岁呢，她谈了第一个男朋友，两人同学啊，谈了2年多的感情。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。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，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。现在想想，那个男朋友啊，是她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。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，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，兄弟多，工作也不好，说什么也不愿意。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，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，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，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。男方自尊心很强，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啊，去了南方发展。
后来呢，女方毕业分配啊，就当了学校老师。那个时候，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，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。当官的、有钱的、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，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，不知道要选哪一个。家里就劝他呀，物质条件好啊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，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。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啊，一遇到问题呢，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，从来都不肯低头。男方就觉得受不了，就分开了。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，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，人也聪明啊，考上大学，读了本科，读研究生，一时啊风光无限。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。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啊，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啊，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。他就开始挑挑拣拣，看谁的条件更好啊，谁的性格更合适，谁长得更帅等等。最后啊是没一个看上的，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。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呢，是会被笑话的。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啊，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，可自己又很不甘心啊，随便找一个，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？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，人很好，自己呢也比较吃苦，就开公司，有车有房子，条件也很好，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。他就特别纠结啊，哎呀，想着条件好啊，矮就矮吧。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，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，母亲离世，父亲瘫痪在床，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。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，提出了分手。男方呢也留过几次，但是没有留住，就没有再找他了。后来呢，他又谈了几个，有的是男方原因，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。一晃呢，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，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呀，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，只要是人啊，这个合适，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，离婚的也行，别挑了。但这姑娘却觉得呀，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，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，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。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，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，工作是公务员，铁饭碗，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，父母得有退休等等。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，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。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，他能看上的，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。后面呀，他干脆直接摆烂，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，那不如不结了，就加入了不婚主义。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，他就是不想结婚。不是自己不想，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。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，也喜欢他的，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，可是找不到啊。后来呢，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在他48岁那年，他的母亲生病，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。去年呢，他的父亲也因为脑溢血走了。父母的遗产，他们兄妹是4个啊。分完之后呢，这没了父母，大家走动就更少了。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，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，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，现在也没有人说了，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。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，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。他特别害怕啊，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，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，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。好在呢，现在收入还可以，攒了很多钱，他也不敢花太多，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。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，大家互相精神鼓励，互相说着无儿无女，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。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，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，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。你到老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，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，不论啊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不论酸甜苦辣，不论生老病死，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。有一位98年的姑娘来找对象啊，自己带了6个小伙子的资料，让我来给选一选哪个更适合结婚啊，他好重点发展哪个。哎呀，你搁那选妃呢，我一看啊，这6个呢就是葫芦娃呀，各有各的长处，有的很帅没钱，有的是有钱不帅，有的是有地位但家里条件差，还有一位挺有意思啊，就是太有钱了，7套房，他又不放心，他就问我该选哪个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讨论骑驴找马养鱼这事儿，我想说的是啊，很多人压根儿不会相亲啊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。阿姨，我今天啊，学院车里放假，跟你们唠唠啊，相亲到底该怎么相。首先，你相亲之前，你要清楚你相亲是干嘛的，不是玩呢，是要结婚，对吧？既然结婚，那你相的一定不是条件，一定是这个人。相亲呢，是你要去展示自己，了解对方，确定他是不是你要结婚的那个人啊。如果是，那我们就谈恋爱看看；如果不是啊，那就及时止损。哎呀，好多人谈恋爱啊，天天想着哎呀吃啥喝啥，旅游看电影，整天啊宝宝乖啊，那是情呀，哎呀就这个，拜托啊，那是玩伴，不是说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你看看那些爹系男友、娘系女友的，哎呀祖宗闺蜜系的，
你扪心自问一下啊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谁能够掏心掏肺这样对你一辈子啊？别相信真爱，那大多数都是鸡汤的。现实生活那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。有些人打着真爱的名义啊，就算自己性格很差，脾气再不好，对方只要不包容，那就是不爱。进入婚姻，你会发现，爱情只是导火索，绝对不是婚姻的全部。它的主导地位会越来越被削弱，将会被亲情和合作关系取代的。决定这段关系啊是否能够完全走进婚姻的，一啊是你们的经济基础，二是你们俩的人生价值观，这才是决定婚姻的长度的。经济基础呢，就是你所谓的能接受他的物质条件，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，这对家庭稳定很重要。有些不思进取的人啊，只爱抓这一个点，要车要房，眼高于顶，贪图别人的东西，自己要啥啥没有啊。咱就不说那些人了，说点正常人啊。找到这个人之后啊，彼此互相很有好感，那就谈恋爱看看，不要整天的慢热矜持爱答不理，这些啊就是不喜欢，那就赶紧换人。谈恋爱具体要谈什么？首先呢，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，双方的教育背景，各个方面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再有啊，基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这一块也特别的重要。你最在乎什么？哎，你的底线是哪里？哪些是不能碰的？他的底线又是什么？你们彼此之间性格呀，是否愿意去包容、理解、认同的将来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？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世界里啊追求高大上，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极端的物质化的存在，我可以断定你们俩根本过不到一块去。谈恋爱啊，是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个人的脾气、性格、习惯，你们的相处模式，你是否喜欢？那不是很喜欢，你能不能去忍受？他身上最喜欢的东西和你最讨厌的东西，哪个才是最重要的？你要去衡量这些东西的。生活习惯是可以磨合的，哎呀，你吃辣，他吃甜都可以的，他打呼噜你也能适应，他懒你勤快也可以接受啊。可大脑里面这些思维意识是很难磨合的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成型了。你要记住一点啊，所谓一方愿意为另一方去改变，凭什么呀？爱你啊，一辈子吗？哎呀，别搞笑了，这真的不亚于一次轰轰烈烈的给你洗脑一辈子。有些观念是改不过来的，成年人嘛，只选择不教育。最终能够和你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人，他的车房条件，他的外貌长相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和你在生活方式、情感模式、脾气性格、层次以及阅历大体相当的那个人。所以啊，不要去相亲把对方的条件看得太重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看得很重要，看一看他的人生价值观呀和你是否对等。还有啊，奉劝那些一天天不思进取还幻想着去找那完美另一半的人，认清楚现实吧。不要自己什么都没有就想找那什么都有的，整天说自己单身的原因呢，就是宁缺毋滥。想想真的有点搞笑啊！凭什么人家完美的伴侣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人也瞎呀！